往上修炼是无尽的，往下堕落也是无尽的。因此，活在当下啊，踏实做人才是最真实、最重要的修行。所以20年前的我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啊，一样的啊，心态逐渐成熟，跟你是一样。如今人过半百，机会已然错过，我们也一样的啊，机会错过不是坏事。为什么？这位哥哥，你是青蛙蛋的时候，机会来了，让你抓住了，你这个机会啊，有的时候会反噬你的，因为你挣了不该挣的钱，当了不该当的官，你综合能力根本没那个，你说如果是木桶理论的话，你短板很明显啊，那你出事儿你完蛋了，你就碎了。所以你必须得成了六边形战士，你才能容纳更多的水。请允许我简单分享我的玄学见识啊。那么我属于佛道仙三修体系，以普安法脉、三清法脉、玉皇真武法脉为主，同时也修密宗传承、道法器术，道法术器均有涉猎。我师傅还有全真与正一的传承和收录，因此无论是师父师爷还是通门的师兄弟啊，我们括弧我们的正式弟子10余人啊，师傅下边大多能包容不同的宗脉，所以我相信随着时代的演变啊，未来将走向万教归一、天下大同的境界。那我每年都会回中国拜见我的师傅啊，学什么呢？什么治病啊、占卜啊、命理啊、驱魔呀、特异功能啊之类的，他修炼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修行圈中是存在等级差别的。例如，出马仙儿和那些单纯的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啊，我们并不视为其修行人啊，因为他能力是外界的。以出马仙为例，其本质是动物借壳上市啊。那么这些仙家借助弟子的身体完成自身作为动物难以达成的心愿，动物仙啊也同时积累了功德。那可惜动物中很多动物啊，它的心性是有缺陷的啊。你比如说狐狸啊，比如说黄鼠狼啊，它就心眼小，尤其黄鼠狼啊，它记仇。越是年轻修为浅的，越容易逞强好斗。对不明白的事呢，也敢乱说妄言啊。对因果的不知敬畏，因此呢，出马仙是不视为修行人的，他不是人类的。但一旦仙家被扣或者离开啊，仙家惹了事了啊，被上界抓起来了，或者他走了，被他出马的这个人啊，就是所谓的弟子啊，顶香的人，结局坎坷啊，一般是疯了啊，或者是死了，病了。除动物仙外，鬼仙与鬼众也是常见的灵体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死鬼啊。因其频率更加接近于人，故欲望往往较重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很多往往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招来什么样的鬼。反观很多普通人，他虽然不参禅打坐，不会做符，不会做法，但因这个普通人一身正气啊，有正念，踏实，阴德也广，所以死了之后往生之后反而会有成就啊，去好的地方有好的结果，甚至有可能活人去世以后直接担任土地城隍这种地仙之职啊，这讲的都是事实啊，弟兄们。无论是中国、澳洲还是加拿大、美国还是西方世界，阴间体制不一样，人死了之后他是有，还是有的啊。那么是个好人的话，他是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啊，所以阴德非常重要啊。昨天我跟我们信玄学的教友交流，他们说呢，老王是不是做了坏事，你就是像在缅甸会不会遭报应？我说不一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报应机制啊，就是像圣经旧约时代的不停的来人间参与的那个上帝已经死了啊，那个上帝已经不在了，从旧约时代的上帝就消失了。那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完成封神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完成封神，无论西方东方啊，神和人几乎是共处杂居的啊。随着人类的发展壮大，那人类的死亡的灵魂自己就开始被封神了之后，他具备了自我管理的体制啊。你比如中国的城隍啊，比如中国的阎王、十殿阎王啊，他过去都是活人啊，他死了以后，关羽啊，后来他成了神。那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一套体制之后呢，真正那个造主他不来了，他为什么不来我就不知道了，那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之内的。我觉得各种可能都有啊，要么就是他他觉得这已经可以了，他不愿意来了，或者他要么他经常匿名的进来游戏世界里边自己藏着玩啊，但是不显山不露水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当然有可能是他是个小孩啊，他被他妈揪着耳朵去写作业去了，所以他一写作业2小时，我们这儿就是2万年啊，所以什么的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原因，但我们知道目前的结果。就玄学层面来讲，阴间的东西它自成体系，阳间当然也自成体系了，阳间也很稳定啊，国家的体制、法律的体制啊、独裁民主的体制，它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，几千年非常稳定了。所以呢，在这样一种脉络之下呢，上帝又不来啊，政府管理员不来杀毒了啊，不来参与修改 bug 了，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缝啊。我的老观众都知道，我说有缝啊。如今的玄学世界或者人间都像一个古代的明朝的床一样，当时点化我的这个大师，他家有很多古物啊，他当时我就问他这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有的人做这么大的坏事他不会被惩罚？或者有什么小鳄给我说，奶鳄说马斯克说的教主的理论是吧？马斯克也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不要小看他，非常厉害的人，比我厉害。我接着说啊，我说有的人做了坏事为什么不会被报应，而我们有的人学佛学道学一辈子都狗屁都不是啊，临死的时候还充满了恐惧。那有的人啊，我看他没怎么学啊，他就什么都懂啊，天眼啊、看气啊，他能为什么？师傅什么也没多说，就指着那个大师指着他家里边那个明朝的床啊，真的是个明朝的老红木的床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床，这就是世界目前的状态。你看这个床啊，非常精美，非常的一根钉子没有，非常的科学。但是呢，时间太久了，它看起来还是床，但是中间充满了缝隙。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啊！我现在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，我就恍然大悟，原来有缝，但是还是有规矩啊。缝归缝，你不能只活在缝里，缝是让你穿越的。”让你阶级穿越的，但是你穿越了之后，你还得要爬到床上来，你不能老在缝里待着呀。所以这就是修行啊！修行念他的信啊，修行最根本的方向是内求，即王老师常说的"谁是老板"之问。如果一味求神拜佛，等于把自己的命交到了外灵的手里。无论你是尊佛重道，但你都容易成为奴才。所以呢，这其中涉及到什么元灵啊、神识啊、元神啊、护法呀，多个层面，更具体的道家修行话题不再展开的讲啊。我们日常所说的灵魂，其实灵与魂是2个概念啊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灵魂，不少人是没有灵，只有魂的。
啊。那么真灵才叫灵魂的灵，即使有灵啊，灵也分灵能的层次啊。永远你会看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，如剥洋葱般啊，层层无尽啊。往上修炼是无尽的，往下堕落也是无尽的。因此，活在当下啊，踏实做人才是最真实、最重要的修行。啊，往下堕落是无尽的啊！你们在柬埔寨干的一些事儿啊，你不要看你现在当着大使，人模狗样的，那你往下堕落的时候，你是无尽的。去那个地方不能干那种事情啊，会有报应。那风儿没用大到这事儿你都能传过去，不丢人啊！我们中国人好多人是傻逼，说就是歧视偷渡客啊，到美国就是丢人啊，走线到美国就是丢脸啊，走线到美国就是歧视他们，那是违反美国法律啊。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说偷渡是违法的，是你自己说的。美国这个国家，偷渡客进去之后申请庇护都是有法律可依的，什么情况下能批你，什么情况下不能批你，什么情况下几年大赦一次，人家不是违法的好吗？偷渡跟杀人放火那不一样的，不要瞎鸡巴歧视。任何人、任何人类、任何一个单人 individuals， 任何一个 individual， 在我们这个行星上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天然权利啊！无论他是走去的还是飞去的，他都有这个权利。他走的过程中充满了风险，他也在付出代价。好多人都死在半路上了。所以不要去歧视那些走过来的同胞们，明白吗？你能够考大学，要考什么斯坦福啊，考什么伯克利啊，拿了学签过来，你牛逼哄哄的，你当然很辛苦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付出了你的脑力，你付出了你的答题家的精神，人家也付出了，在厄瓜多尔丛林里跟黑帮的骡子们走，那是在拿玩命呢啊，那跟打天下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，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不做坏事啊，不要坑人，不要骗人啊，有了工作机会，好好给老板干，不要想着给老板干，人家老板给你工作机会，你他妈没有身份，你拿到钱就举报人家啊，不要干这种事儿。啊，我都说的大家都知道嘛，有些走线客啊非常不好，没有像我这样的老师前辈指点他们，到了洛杉矶找到了餐馆工，拿到钱之后就把老板举报了，这是错的啊。好了，下一个，如果美国不考虑是整个阿根廷国籍，阿根廷护照可以130美，是阿根廷和美国现在关系特别好，就到处都有缝。你看川普跟阿根廷贼鸡巴好，因为什么？阿根廷总统米莱是川普的发走狗，他跟川普的关系就好到不让他往东，他往东，往西往西。所以川普为了奖励米莱呢，所以川普就美国和阿根廷之间有很多特殊的管道啊。所以阿根廷从阿根廷到美国做生意都好做，好多税务什么的东西都是减免的，所以阿根廷是个很好的地方啊。好嘞。